今天呢，我们要稍微探讨一个，其实是你在学习任何新技能的时候最容易掉进去的隐秘陷阱。没错，而且这个陷阱藏得极深，深到我们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对，为了把这个坑给大家挖出来，咱们今天要在这次的深入探讨里解析一份特别罕见的材料。是一份极简短的材料，对吧？对的，它来自一份叫 Go Mandarin Daily 的每日中文学习资料。里面就是李伟和小雨这两个人的短短几句对话，真的很短。如果你平时刷手机，估计半秒钟就划过去了。绝对的，不到50个字儿。但是在咱们逐字拆解他们到底说了什么之前，我想先问正在听节目的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关键，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大脑总是固执地期待学习这件事，它必须得是充满痛苦的？哈哈，这个确实是。大家都有一种不吃苦就不叫学习的执念。对啊，就好像看那些传统的武侠小说，你看那个主角想要练成什么绝世神功，他必须得在冰天雪地的瀑布下面打坐。没错，还得经受常人无法忍受的折磨，吐几口血什么的。对，我们似乎潜意识里就写下了一行代码，绝对有价值的东西，必定伴随着极度的痛苦和复杂性。其实呢，这种对受苦的期待，是我们给自己穿上的一层心理防弹衣。心理防弹衣，这个怎么说？就是说，这段 Go Mandarin Daily 的简短资料之所以具有这么高的解剖价值，正是因为它一针见血地刺穿了这层防弹衣。哇，直接刺穿啊！没错，它没有任何花哨的包装，直接就把焦点对准了咱们技能学习中最致命的2个环节。哪2个环节？第一个就是认知层面的自我设限，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天天喊着太难了。这个太常见了。第二个呢，是执行层面的动作变形，也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练。明白了。所以无论你现在是在死磕一门新语言，还是说正在为掌握一项全新的工作技能感到焦虑，今天从这寥寥数语中提取出来的微观视角，绝对会彻底重塑你看待长期坚持的方式。是的，我们会颠覆你的认知。那咱们就直接进入这不到50个字的微观世界吧。在这个资料的一开头，李伟和小雨简短地打了个招呼，然后李伟立刻就抛出了当天的核心任务。他是怎么说的来着？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今天我们学习怎么用中文思考。目标非常明确。然后小雨的第一反应，哎呀，可以说是完美复刻了屏幕前99%的人的真实心声啊！哈哈，小雨脱口而出了什么？小雨脱口而出说，很多人觉得这很难。确实，很多人觉得这很难。小雨在这里抛出的其实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抱怨，那是什么？他实际上是在陈述一个极其庞大的社会共识。你想想，当你听到掌握另一种语言的思维方式这个概念的时候，你的大脑里会自动浮现出什么画面？我觉得我大脑里会自动描绘出一座高耸入云，而且根本没有阶梯的雪山。没错，就是那种望而生畏的感觉。但是呢，这份资料里最耐人生畏的是李伟的反应。李伟怎么回应这座雪山的？面对这座大雪山，李伟既没有顺着小雨的情绪去附和说，哎呀，是的，这确实需要你付出巨大的努力。他没有煲鸡汤。对，而且他也没有列出一张包含100项任务的什么魔鬼训练清单。哈哈，那就太劝退了。嗨，他极其平静的，甚至是用一种完全打破常识的语气，直接给出了一个定论。他说，其实并不难。其实并不难。这句话杀伤力很大啊。对啊，在这里我必须要代表正在收听的你，向李伟提出一个非常现实的质疑，替大家讨个说法。难道李伟不是在站着说话不腰疼吗？就好比咱们去健身房，如果今天练完，第2天没有肌肉酸痛到下不了楼梯，就觉得这铁白绝了。对，就觉得今天白练了，毫无效果。我们对语言学习的认知其实也是一样的。你不背完几本厚厚的大罪典，你不经历那种抓头发的绝望感，怎么能叫学习呢？觉得太轻松就等于没学到东西。是啊，李伟凭什么用轻飘飘的一句不难，就把学习过程的客观难度给抹杀了？这个地方很多人都有误解。如果你把李伟的这句话仅仅理解为对客观难度的否定，那就大错特错了。那他是什么意思？他绝对不是在宣称中文没有复杂的语法，或者说中文的声调一点都不难。那他在干嘛？
他在这里执行的其实是一场极其高明而且非常有必要的心理干预。心理干预，这个词儿听起来有点专业了，你给咱们具体拆解一下。行，我们来拆解一下小雨那句很多人觉得这很难背后的心理机制。当你说出这很难这3个字的时候，你觉得大脑在接收什么信号？接收到一个挑战或者警告？不，他接收到的其实是一个完美的免责声明。哇，免责声明，你的意思是说，因为我给这个任务贴上了困难的标签，所以我今天做不好是理所当然的。没错，我拖延到下周再开始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反正它很难嘛。就是这个意思。这种防御机制在认知心理学里非常普遍，我们特别喜欢把未知的挑战神圣化、怪物化。怪物化，对，脑补成一条恶龙。对啊，如果你面对的是一条喷火的恶龙，那你当然需要做10年的心理建设才敢拔剑呢。哈哈哈哈，每天都做心理建设，就是不拔剑。没错，所以李卫了那句其实并不难，就像是一把扯掉了这块遮羞布。扯掉是我们拖延的借口。是的，他把一条虚幻的恶龙直接还原成了一个普通的土丘。只有当你不把这件事儿当成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艰巨任务时，你才真正具备了踏出第一步的心理基础。我明白了，也就是把我们的心理预期从那种高度紧绷的防御状态，强行给拉回到了可以吸收新事物的开放状态。对，放松下来才能学进去。当我们不再把自己当成一个悲壮的屠龙勇士，咱们才能心平气和地去审视那个被李卫称为不难的核心任务，也就是他说的那个用中文思考。对，用中文思考。但恰恰是我觉得这份资料里最让人困惑的地方了。怎么说？你想啊，李卫把目标设定为用中文思考，但如果你是一个刚开始学新语言的新手，你脑子里可能一共就只有5个中文词汇，词汇量极度匮乏。对啊，在这种极度匮乏的状态上，你怎么可能用中文思考？一个初学者难道不是绝对必须依赖大脑里的那个翻译官才能活下去吗？这个质问非常直击要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弄清楚咱们大脑里那个翻译官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哎，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听听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好，你说说看。当你依赖翻译的时候，你的大脑就像是在运行一个跨平台的软件模拟器。模拟器？对，假设你的大脑是一台 Mac 电脑，但是你非要在上面强行运行一个极其占用资源的 Windows 大型游戏。哇，那风扇绝对狂转了。没错，别人对你说了一句外语，你的大脑必须先启动母语翻译软件，把外语数据转换成母语。这是第一步。然后等你想好怎么用母语回答了，再把这个母语数据重新编码成外语，最后才从嘴里输出去。这个链路太长了。在这个过程中，你的脑力消耗是2倍甚至3倍的，你大脑的那个系统就会卡顿、延迟。所以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学了半个小时外语就觉得头痛欲裂、精疲尽。对，就是这种感觉。你这个软件模拟器的比喻非常精准，在认知科学里，这其实被称为超载的认知负荷，也就是 cognitive load。认知负荷听起来就很重。是的，那个在后台疯狂运转的翻译程序，吃掉了你大脑绝大部分的运行内存。那回到我刚才的问题，一个只有5个词汇量的新手，怎么可能摆脱这个模拟器呢？答案其实很简单。李卫要求的用中文思考，指的并不是让你用中文去思考什么宏大的哲学问题。那是让你干嘛？是让你在最微观的层面上，直接建立神经元的连接。神经元连接？对，用你的比喻来说，就是写一个原生的 App， 而不是通过模拟器去运行。建立原生连接。所以，假设我作为一个新手，我今天就只学了苹果这2个字儿。我该怎么做原生连接？以前你的路径是眼睛看到桌上那个红色的水果，然后脑海里先浮现出你的母语，比如 Apple。对，欣赏的 Apple， 然后调用大脑里的翻译程序，最后输出中文的苹果。这是老办法。那李伟倡导的新路径呢？李伟倡导的是，当你眼底看到那个红色的水果时，强行克制住调取母语的冲动。强行克制住？没错，直接将这个视觉图像和中文发音苹果死死地绑定在一起。哪怕我只会这一个词。对，哪怕你只会这个词，你在那一瞬间，你也是在用中文思考。我完全明白了。小雨以及我们绝大多数人觉得这很难，
是因为我们把高效的翻译误认为就是流利的表达了。没错，努力的方向完全搞错了。我们拼命努力的方向，其实是想把那个大脑模拟器的运行速度提升到极致。我们妄想在0.01秒内完成母语和目标语言的来回切换。但可惜的是，无论你切换的多快，那个中间商永远是存在的。大脑永远在做无用功。对的，这种试图把翻译速度提升到极致的做法，只会让人彻底崩溃。难怪大家觉得难呀。所以李伟抛出的用中文思考，其实是在教你如何去掉中间商，赚取认知的差价。哈哈，去掉中间商，从长远来看，直接建立视觉、听觉与目标语言的直接映射，才是唯一能让你大脑的负荷真正降下来的方法。完全正确。好，现在我们剥离了心理上的恐惧，又理清了绕过翻译器，直接建立映射这个核心机制，障碍都扫清了。对，现在通往这个目标的桥梁已经铺到了我们面前。就引出了 Go Mandarin Daily 这份微型资料里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那个终极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确实有点繁之绝。李伟出了一句看似平淡无奇，但暗藏玄机的话。他说：“只要每天练习10分钟，你会慢慢进步。”每天练习10分钟。紧接着呢，小雨给出了一个非常果断的响应。他说：“那我们现在开始吧。”行动力爆表啊！但是等等，在这里我们必须稍微停顿一下，好好审视一下这句“每天练习10分钟”。你觉得太短了？在现在这个充斥着什么30天速成、全封闭情境是魔鬼训练营的焦虑时代，这10分钟听起来简直就像是某种自我安慰的安慰剂啊！觉得完全不够用。10分站，喝杯咖啡的时间都不够。这点微弱的刺激，真的足以重塑我们根深蒂固的大脑回路吗？你的怀疑呢，非常符合咱们现代人的直觉。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迷信高强度而严重低估高频率的社会。确实，总觉得要猛烈的学一场才有效。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到神经生物学的层面来看待李伟的这句话，你会发现这10分钟背后的科学依据极其强悍。这里有2个绝对不能被忽略的关键词。哪2个？每天和慢慢。这里的核心难道不是那10分钟长度吗？还真不是，10分钟仅仅是一个用来降低你行动门槛的载体。真正让大脑发生质变的核心，在于每天坚持所触发的神经可塑性。神经可塑性。对，我们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学习一门新语言，就是要在森林里开辟出一条全新的道路。披荆斩棘，开出一条路。那我有个问题，如果我周末一口气突击学了10个小时呢？那不等于直接开了一辆推土机进去吗？那不是更快？哈哈，推土机开进去，没错。周末10个小时的突击，确实像一辆推土机，非常暴力的在森林里推出了一条泥泞的路。对啊，路不是通了吗？但是在这种高强度的压力下，你的大脑会分泌大量的皮质醇。皮质醇就是那个压力荷尔蒙。没错，大脑会觉得这是一种生存威胁，整个系统处于高度紧张的应急状态。难怪学得那么痛苦。而且最致命的是，一旦推土机开走，也就是你周末结束停止学习了，只要下几场雨，森林的植被很快就会重新覆盖那条路。哇，所以之前花费巨大精力记下来的东西会迅速遗忘。对，白推了。那每天10分钟在这片森林里是怎么运作的？每天10分钟，就像是你每天在完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轻快地在那片森林里散步，每天都走同一条路线，就散步。对，大脑不会感到任何威胁，也没有皮质醇的干扰。相反，这种持续不断的、有规律的微小刺激，会向大脑发送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什么信号？它告诉大脑，这条微弱的小径在这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每天都会用到，它对生存很重要。哦，大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会主动去优化的。没错，于是大脑就会启动一种被称为髓鞘化的物理过程。髓鞘化，这又是一个新概念了。用白话怎么解释？简单来说，大脑会开始在你反复使用的神经元通路上包裹上一层类似于绝缘层的脂肪物质，这就是髓鞘。
绝缘层。这层绝缘体越厚，神经信号传递的速度就越快、越稳定。就像个电线包上绝缘皮儿，防止漏电。对，每天10分钟的重复，就是在一点点的加厚这层绝缘体，把那条森林里泥泞的小径慢慢铺设成一条宽阔、平坦的高速公路。哇，一旦高速公路建成，我那个用中文思考的过程就会变得像呼吸一样自然了，毫不费力。所以李伟设定10分钟，根本不是因为10分钟的学习量有多庞大，而是在进行一种极度精明的时间和心理管理。极其聪明。降低单次学习的时间成本，是为了确保你明天、后天、大后天，哪怕是在你最忙碌、最疲惫、最想躺平的时刻，你依然有能力去走那条森林里的狭路。对，这就是一种极低摩擦力的心理学呀。没错，你想象一下，如果李伟当时对小雨说：“我们每天练习2个小时。”那完了，当你晚上加班到11点回家，你脑子里的第一个念头绝对是：算了吧，今天太累了，2个小时肯定完不成，明天再说。是的，只要断了1天，你的防御机制就会全面反扑，它会跑出来告诉你：“看吧，这确实太难了，我不行。”彻底摆烂了。但是如果门槛仅仅是10分钟，你就没有任何借口了。对啊，等地铁的时候、洗澡的时候，甚至睡前刷牙的时候，10分钟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当行动的门槛低到让你觉得我不做简直对不起我自己的时候，你就彻底战胜了拖延症。这完美解释了资料最后那个绝妙的转折。对，听完李伟的10分钟策略后，小雨没有一丝犹豫，直接就说：“那我们现在开始吧。”这就是一个奇迹。你仔细回想一下，在这段简短对话的开头，小雨还是那个充满顾虑，把这很难挂在嘴边的防守者。对，一开始还在那儿建心理防线呢。但就在李维破解了困难的幻觉，给出了清晰的直连神经目标，并且把行动门槛降到了极低的10分钟之后，小雨瞬间变成了一个毫不犹豫的行动派。这正是极低的启动阻力所带来的魔法。当任务轻量化到了极致，心理包袱被彻底卸下，焦虑和拖延症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李伟其实不仅仅传授了一个语言技巧，他实际上是在用一套非常精密的心理微操，推着小雨按下了那个启动键。这个洞察太深刻了，真的太震撼了。你能想象吗？一段不到50个字的每日学习开场白，居然蕴含着如此深邃的认知科学和行为心理学。很多时候最简单的东西反而包含了最底层的逻辑。没错，让我们把今天从 Go Mandarin Daily 里提取出来的这些智慧，为你做一个总的梳理。好，大家可以记一下笔记了。首先，你需要撕掉这很难的免责声明，停止用受苦来标榜学习的价值，让你的大脑从防御状态转为开放状态。放下那块遮羞布。其次，在学习的机制上，你要果断抛弃大脑里那个极其耗能的翻译模拟器，哪怕从最微小的词汇开始，也要强迫自己建立原生概念与目标语言的直接连接，真正去做到用新语言思考，拒绝中间商转差价。哈哈，对。最后，用每天10分钟的极低摩擦力去避开大脑的压力反弹，用稳定的高频率去撬动神经元的长期重塑。其实，如果我们把今天这种微观层面的拆解应用到更广阔的人生途径里面去，不只是学语言，李维和小雨展示的其实是一套极其珍贵的反内卷知识获取哲学。反内卷这个词用得好。在现在这个大家都追求高强度速成、到处充斥着信息焦虑的世界里，他们提醒了我们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化整为零，摒弃那种虚假的努力感，注重微小但是坚不可摧的持续性，这才是获取任何复杂技能的最优解。太精辟了。在我们今天这次深入探讨结束之前，我想把这份从几句极短对话里提炼出来的力量，转化成一个问题，留给你在接下来的生活里去碰撞，去慢慢回味。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你可以想一想，如果每天仅减10分钟的无痛减脂，就足以在你的大脑森林里铺设出一条全新的高速公路，让你学会用一种全然不同的语言去感知世界。只需要10分钟。那么，在你当下的生活中，
还有哪些你一直认为绝对不可能做到，实在太庞大、太困难的惊人转变，其实距离你仅仅只是每天10分钟的距离而已。是啊，很多时候那些所谓不可逾越的高山，也许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说得太好了，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的深入探讨。记住，放下对困难的执念，不要去看那座虚构的高山，只看着脚下那10分钟的平坦小径。那我们现在开始吧，下次见。下次见。